了不起啊！钱比我多，人比我多。子弹孔你就比我多。我叫连浩东，是个心狠手辣的黑帮二当家，跟我的哥哥连浩龙在江湖中摸爬滚打多年，一直在追逐权力的瘾，可没想到最终却把自己困在欲望的牢笼。这天是大哥儿子的满月宴，各方人物齐聚一堂，热闹非凡。大嫂素素姐从16岁就跟着大哥，陪他走过了风风雨雨，一直是家里的贤内助。可惜两人结婚多年都没个孩子，大哥无奈下才找了别的女人传宗接代。我知道素素姐心里肯定不好受，可她脸上没有一丝不悦，还尽显大嫂风范，一出手就是一条价值300万的项链，送给了小妾。大哥见嫂子如此不计前嫌，也甚是高兴。可这时小弟告诉我说，外面来了警察。我得知后立马前去应对。其实这种场面早已司空见惯，因为我们做的都是非法的勾当。警官廖队观察我们久矣。廖警官，是不是？本来我们是来吃饭的，见到这么多位大哥都在，来看看你们在搞什么。孩子满月，大伙高兴高兴。是这样，我们进去看看行吗？不行。谁让你抽烟的？没想到一旁的小警察管得如此之宽，为了给他个面子，我把烟扔到了地上。可下一秒我又点燃了一根，因为我要告诉他这是在找回自己的面子。随后我把烟吐在他脸上，他气不过想打我，可我的兄弟们也不是善茬，双方瞬间剑拔弩张。眼看大战一触即发，大哥及时前来制止。住手！哦，龙哥哥，你也在啊？廖警官，有何贵干？没什么，我们只想进去看看你们在搞什么鬼啊。没什么，给我儿子摆满月酒。谁信你？把儿子抱出来。最终廖队看我们人多势众，不敢轻易动手，便带着队员转身离开。可他怎能善罢甘休？第二天就带着警察飞雪，在公司楼下盯梢。但偏偏我们一点异常都没有，这瞬间让他失去了耐心，只能灰溜溜的离开。等他前脚刚走，我就派出帮会的得力打手天虎去跟敌对帮派干架。只见他梳着一头杀马特造型，跑进人群中，夺入无人之境，对着敌方小弟就是一顿砍瓜切菜。对面大哥见此情景，当即就坐不住了，起身要和天红一较高下，可奈何自己根本不是对手，没几个回合就被砍断一条手臂。最终天红凭借此战大放异彩，同时也让帮会元老阿发解闷，极度不已。昨天天红出尽了风头，像头疯牛一样，单挑比利他们那帮人。靠，神经病！什么年代了还玩单挑？我们这代人吃脑比钱多，叫他拜关老爷，没让他去做关老爷吗？随后阿发几人走进客厅，这时大哥正在打麻将，没多久他就让阿发和素姐出去一趟，因为他发现最近公司的货进价比以往贵了不少，所以来询问原因。几单大的买卖都被警方给砸了，现在货很紧张，贵买贵卖嘛，没问题的。大哥一直很信任两人，便没有怀疑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货其实并没有涨价，只是这两人为了捞取油水，故意摆了他一道。谈完话后，大哥打电话给我，让我去提那批3对1的货。当晚我就带着阿乌和天红去码头卸货，一向谨慎的我，后来发现手机收不到消息，这说明我们可能已经被警察盯上。于是我立刻把货装好发车，果然刚行驶到半路就被警车拦下。天红立刻持枪掩护我撤离，双方展开一番激战。这时2辆警车拦在中间，我直接一个360度旋转，把他们撞飞突围。而另一边殿后的阿乌就没那么幸运了，他被一辆警车追着跑，最终体力耗尽被抓。回到警局后，仗义的阿乌把1吨奶粉的罪名全都揽在自己身上，没有出卖社团。与此同时，素姐找到乌嫂，并给了她10万的安家费。可乌嫂对此并不满足，还威胁起素姐。阿乌这次恐怕要坐20-30年的牢，钱少了，我和我的家人怎么办？你现在跟我讲价呀？如果这次不给个合理的价钱，我可不敢保证阿乌会不会乱说话。他会说什么？指证连浩龙是毒贩？大不了跟警察说出你们的银行户口的号码了。那你要多少说呀？2000万，我担保阿乌守口如瓶。回到社团后，素姐将此事告诉了大哥。大哥听到后脸色瞬间骤变，因为社团账户信息一旦泄露，里面5亿的资金就会被无限期冻结，这严重影响到社团的运转。于是大哥便下令解决掉乌嫂，随后乌嫂就被我们绑起来严刑拷打。可这娘们嘴巴倒是挺硬，死活不肯交代托幕后主使，这让我瞬间没了耐心，只好拿起钳子替他矫正牙齿，顺便再给他做个美甲。这时他终于忍不住说出了实情。这件事跟阿乌无关，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户口号码，是阿青叫我们说谎骗大哥的。怎么多了一个阿青啊？阿青是我的男朋友，是他叫我这么做，我们打算拿了钱就跑路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们决定把阿乌和阿青一起解决。
当晚我就派阿亨蹲守在桥上，等阿青的车从桥下经过，他就手持砍刀，以360码的速度冲刺，并找准时机跳到了车里，然后一刀送司机去见了佛祖。这时对方的人开始反击，可阿亨犹如收割的死蛇，把小弟们一个个的解决掉。见到此景的阿青赶忙逃跑，可最终还是被阿亨追手折磨致死。与此同时，在警察内应的帮助下，天红一行人顺利进入到了警局。没多久，他们便找到了阿乌。天红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天红一向杀伐果决，可面对曾经的兄弟，他却犹豫了。此时阿发也走了进来，阿乌求他放过自己，可最终还是没能逃过被枪杀的命运。监狱里的枪声惊动了警方，于是他们开始撤退。可在逃跑的途中遇到了武警的围堵，天红利用手机摄像头确定了对方的位置，然后突然杀出，对着他们就是一顿扫射。而阿亨也和警察接上了火。就在双方打得难解难分之时，调警官及时赶到，拿着散弹枪对我们的人一路追杀。小弟本想扔着手雷反击，结果被调警官打断了手臂，手雷落在了天红和阿亨旁边。紧急之下，他们只能选择跳楼。但在逃跑的过程中，阿亨被打中了右腿，导致行动不便。天红见状，赶紧把他拉到掩体旁。走吧你，别装伟大了。说罢，他便持枪威胁天红撤离，自己则吸引警察的注意。最终阿亨被抓，天红则凭借飞檐走壁的功夫成功走人。而阿发那家伙最为狡猾，他假扮成警察，悠哉悠哉地逃离了警局。几天后，素姐因为忍受不了大哥给自己戴绿帽子，于是就决定和阿发干一票大的。他们计划绑架帮会的元老四叔，然后骗取大哥的钱财。我们连浩龙没什么多，钞票就最多。两人商定好计划后，就立马派人绑架了四叔。大哥很快就得知了这件事，可让他奇怪的是，绑匪为何知晓四叔的行程？他思来想去后，认为是敌对帮派所为。四叔不可以有事，我们有多少现金？赎金不是应该四叔家里人给吗？正当生意人哪有1亿现金？捞偏的没什么多，就是现金多。素姐就是吃定大哥不会报警，才敢这么大胆。第二天，大哥让他和我拾取赎金交给绑匪。事情办完后，还没等他高兴太久，绑匪就要坐地起价。素姐害怕事情败露，便和阿发拿着钱来找绑匪。那些钱明天一定拿得到，放心吧啊！哎呀，哪有人这么样吃乳鸽的？2只手，对，这样子，哎，2边掰开来啊！对了，此时阿发瞬间起身，将绑匪全部打死。这下两人彻底无了后顾之忧。素姐为了发泄心中已久的情绪，抄起一只乳鸽对着尸体猛砸，直到血溅一脸才肯罢休。随后他们又找到了四叔，准备了结他的性命。救命啊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求你放过我吧！放过我！我是谁？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面对四叔的哀求，素姐果断开枪，让他当场饮恨血。大哥得知四叔的死讯后，勃然大怒，而素姐故意把事情夸大，往敌对帮派身上引，这让在座的各位元老信以为真。于是大哥决定发起反击，找回社团的面子。几天后，一场空前绝后的杀戮正式展开。我们所到之处皆被他为炼狱，手段之残忍，更是令人发指。这瞬间让对面的堂主川豹坐不住了，他找到大哥并向他喊冤。四叔的死不关我事，你还是弄清楚好。如果我们真的打起来，只会便宜别人，鹬蚌相争，渔人得利，你明白吗？虽然我们2个帮派斗了几十年，可大哥却非常相信川宝的人品。他说自己没有杀四叔，那就是真的没有此事。一番权衡利弊后，大哥决定和他填合，并彻查四叔的死因。几天后，我找到了警察卧底阿珍，从他口中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四叔是被素姐和阿发杀的，而绑匪的尸体也让阿发的手下分成几块处理了。警方现在不会采取任何行动，他们想见到你们内讧。随后阿珍告诉我自己不想做卧底的想法，而他上了我们的贼船，又怎能轻易脱身？为了和他的关系更加紧密，我向他发出了排位邀请。阿珍见我不肯放过他，只好乖乖脱下了浴袍。第二天，我就把四叔的死因告诉了大哥，他死活都没想到会被自己最信任的人背叛，于是决定亲手除掉素姐。而此时素姐也察觉到了危机，她交代手下杀掉我的人后，就驾车离开。我见状立马带着小弟杀了出来，双方瞬间展开火拼。这时小弟朝对方车下扔了一颗手雷，阿发见状立刻拉着手下挡在身前，可惜还是被炸断一条腿。随后我拿枪追赶阿发，可这家伙还挺顽强，身受重伤还能匍匐前进，这让我也没了耐心，对着他疯狂扫射。最终在我的折磨下，阿发终于命丧黄泉。另一边，天红持枪打爆了素姐的轮胎，下一秒车就撞到了柱子上，双方瞬间展开激烈的枪战。这时大哥拿着自己的老伙计，将对面的小弟挨个解决。很快对方就只剩素姐一个人还活着。然而大哥并没有杀他，而是质问他是否和阿发有染。梁浩龙啊，你当我是什么呀？跟阿发合作就一定要跟他上床吗？不可以只是为了钱呐！钱？
我给你的还不够吗？原来素姐认为社团能有稳定的收入，全都靠自己的运筹帷幄。可她忘了，如果不是大哥在前面拼杀，又哪有钱可赚？最终大哥于心不忍，放了素姐。此时警笛声响起，大哥和天虹朝仓库走去。虽然外面围满了警察，可天虹却并不在意。我始终都不相信你是天下第一。大哥只好让他见识一下自己的实力。在一番激烈的打斗中，大哥用棍子刺穿了天虹的咽喉。随后他走了出去，被外面的警察乱枪打死。大哥死后，帮会的人全部被暗杀，连他刚满月的儿子都惨遭毒手。而这一切的幕后黑手却不得而知。